我是跟我妈移民来的，今年刚好10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说是我的人生能走成这个样子，就我这样跟你讲出来，真的我挺开心的，因为我一直也是手懒，我不想写这些过程，你知道吗？我说我今天我有机会能记录下来，那你说如果真是有一天就是你没法说的时候，就真的过去了，就没有了。当时来的时候还是我一个人来的，因为当时没想那么多。我一个人来的那天腿特别疼，我记象里。我来了之后从这门进来，我就上到那个楼去，因为那个就是生孩子是在楼上嘛，上楼上去，然后那个就接了那个女大夫，她说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说哦，我说怎么样呢？她说不太好。我说不太好是什么呢？她说是癌。她当时说出来那个字的时候，她说是刚塞。她当时说出来的时候，我也是属于一个人设崩塌的状态。我当时脑子里第一件想的事儿，我说我2个礼拜前才刚生的孩子。谁家的天使宝贝呀？啊，你呀？是说你了吗？因为当时我发现的时候很大了，做不了了，我已经超过那个可以做手术的指标了，一般是7毫米以下可以做手术。我当时发现已经12厘米了。生完孩子的时候，整个胸就已经是硬块了，检查啊什么都做了，都说没什么问题。而且我怀孕5个月的时候也做过那个双刺的检查，他也说没有问题。他说你生完孩子3个月以后再来看。然后当时我就没等3个月，生完了我就去看了。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不好了，你骨转移了。他当时跟我说骨转移的治愈率很低了，而且我现在我是多处骨转移，不是1处，我是多处骨转移。我就觉得，这世界就崩塌了，在你眼前就是那种完全崩，就是。之前我还记得以前的时候，咱们看过一2012的电影，你知道吗？就是跟那种到高峰时候的心情是一样的，你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崩塌了，它在你眼前就消失了，你马上就要顺着那个海游过去了，就没有你了那种感觉，就真的是一种。他没有提到这个治愈率的问题，他说现在我们不要讲治愈率的问题了，主要就是保持好你的心态，其他的就整个医院我觉得最苦闷的地方就是肿瘤科。我觉得吧，就是对治愈这条路上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费用。他会根据我的病情，然后给我最好的治疗方案，对，然后让我能以最快的时间恢复到我本身应该有的那个状态，就是包括化疗之后的副作用也是一样的。其实这边的副作用也很大，他都会用一些药物就给你顶过去了。这个红白细胞和血小板在那个化疗药物下降得非常快，所以我每次大疗之后的生白针和生红针是固定要打的，这个在国内不是必须的，我知道。而且这个费用还蛮高的，输血的费用也蛮高的。我们那个 carte vitale， 如果你一旦有大病的话，它就是给你 déclaré， 就是当天 déclaré100%的，100%5年，所有的费用都是包里面的，就是包括像我来去打车都可以。就是最近回国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想要回去看看家里人。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流眼泪的人，我来了法国10年了，我很少因为什么事儿哭，很少。但是最近这1年，真的我觉得我流了这一辈子的眼泪。我老公一直跟我说，他说你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你到今天为止，你真的让大家都觉得你特别坚强，特别好。其实我觉得，我说我没觉得我自己有多坚强，但是我要往前走。现在有了一个孩子就已经很那什么了。然后这个孩子他现在8个月嘛，刚开始会爬。生他的时候幸亏啊，他头大生不出来，我等了20几个小时，开了10指，全开了，他根本都没下棚，他根本都没入盆，生不了。我全开了之后他生不了，他太大了。
然后后来没有办法，我是星期六早晨7点入的院，星期天早晨9点36分生的他，抛的4.62公斤。孩子蛮健康的，我这个病对他也没有影响。对，乳腺癌其实是遗传，但是男孩子得乳腺癌的那低很多了。对，这个癌细胞碰到孕激素之后的就是它成长的那个速度不可估量。大夫说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它会以什么样的速度生长，但是它就是不可估量的。有很多女孩子就是如果是在孕期里边查出来的话，要么就是保命，但是保孩子的可能现在咱们这个年代保孩子的不太多吧。我也是凑巧的，这生完了之后才查出来。如果说是我怀孕5个月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得了这个病的话，我可能今天就没有儿子了，并不是说我不爱他或者。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时间过这么快。你今天一说，我也觉得时间过这么快，8个月。有一点一定要夸夸我老公。我老公从生了孩子一直都是我老公照顾到3个月，月子里边都是他照顾我，做饭呀什么呀，带孩子啊，换尿布喂奶，全部都是他，对我特别好，就是也挺不容易的吧。因为我们俩，我是从来没有碰见过说是谁2个人到了法国之后从认识一直走到现在的。除了我们俩以外，我周围没有。就我们俩从来到法国之后，我们俩就认识，就是在一个班学习语言，然后之后过了2年在一块儿吧，然后又经历过就是这些年在一块儿。我们俩是前年才结的婚，当时我打电话嘛，他问我，他说怎么说的，我说不太好。他说不太好是什么情况？他说是要手术啊，还是说要怎么着？我说他说是癌。然后当时我老公在电话里那边也是闷了30秒吧，他也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挂了之后呢，他没给我打电话，他给他妈打电话。他给他妈打电话了之后，他就受不了了，情绪就受不了，他就一直哭，你知道吗？然后我到家之后，我这个腿就完全走不了了。走不了了之后呢，他就下来接我，他背着我回家了。我记得那天。Pour moi, personnalisé, je vais la garder pour mes souvenirs. D'accord. Bon, pourtant, c'est des souvenirs qu'on a envie d'enterrer, tout ça, hein, quand même. Non, d'oublier. Parce que vraiment... Je peux jamais oublier ce que j'ai eu. Oui, c'est sûr, ça fait partie de votre histoire. Ouais. 这段时间不管能不能挺得过去吧，都算是一个记录。挺过去了，就是我人生那就是与死神擦肩的日子，挺不过去了。有点像噎的，我这几天一直就一吃饭就总觉得好像有一个东西卡在这儿噎得慌。我就觉得活着就是真的没法随心所欲，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说，哎，我活得随心所欲，我开心就行。可是有的时候你开心了呀，我一直觉得我活得挺开心的。我周围朋友呀、事儿啊，我身边发生所有的一切，我一直都很开心。但是就是还是走到这儿了，就觉得我唯一这一次生命下来，我就信命。我真的觉得命里好多事儿都是注定了的，你改变不了。虽然他给我注定了要有这样一个劫，但是我自己也是会努力跟他去抗衡吧，算是。就是我现在做这8个月，这8个月以来，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再多一点时间。因为我不觉得说我努力了之后我就一定会赢了他，或者是一定会这件事一定要怎么样，没有。如果是注定了就是这样的话，那我的努力就是为了我现在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就是能让多陪我儿子，多能让他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吧，就是能多陪他。然后家人呀也是一样的，
像我老公啊，家里有父母呀，就是我能做到的，就是尽量让我自己活得更开心，更长久一点，能多陪伴他们，这就是我现在唯一的愿望了。对未来没有什么计划了，就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我自己保持好心态，让我自己每一项指标都达标，然后日子每天就是这样慢慢的过得挺好的，细水长流，没准一留个5年我就病好了。